嗨，大家好。在介绍了中国官员的职务和级别之后，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这么多的官，他们到底是怎么选举产生的呢？好，提到选举，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两会了。没错，两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每5年称为一届，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注意，两会可并不是单指每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其实各省市也有地方性的人大和政协，每年也会举行两会。而两会召开的目的在于将代表和委员们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最后传达给中央。所以每年地方召开的两会通常要比全国两会稍早。正所谓人大有选举，政协有协商，没错，这也是这两个组织最重要的功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我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级别的行政区域，同样的，中国也存在多个级别的人大代表，分别是全国、省级、市级、县级、乡镇共5级人大代表。其中前面3级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后面2级即县级和乡镇则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我们先来谈一下全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全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当然，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换届时来确定谁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谁是各部的部长等等等等。当然，它通过选举和决定2种方式来最终产生并监督一府两院。所谓一府两院，就是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当然，在中央层面就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而负责投票选举这些官员的人就是人大代表了。本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总共2980名，这其中有175人可以进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这175人中又有15人可以进入委员长会议，并在每次开会时成为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当然，其中包括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兼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了。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多数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知道中国也是有很多民主党派的，那大家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民主党派都是集中在政协进行参政议政的，而在人大的人民代表则是由共产党员来担任。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人大代表中也是存在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的2980人中，就包括了858名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那我国都有哪些民主党派呢？我想很多人可能并不太了解。我国最主要的民主党派共有8个，比如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93学社和台盟。咦，等等，这里怎么混进来一个民进党呢？错了，这个可不是台湾的民进党，而是中国的民进会。中国民进全称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而台湾的民进党全称是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两者一字之差，可有天壤之别。中国民进成立于1945年的12月30日，民进创始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进步人士和工商业者等。这个中国民进呢，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现在有一位会员，想必大家一定知道，就是湖南卫视娱乐节目主持人汪涵。而且非但如此，汪涵哥哥不仅是会员，还贵为中国民进的中央委员。而台湾的民进党在两岸可谓家喻户晓了，在1986年的9月28日，在戒严时代结束之前成立，也是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所以这么看来，中国民进也能算得上台湾民进党的爷爷辈了。爷爷辈不是只差了39岁吗？没错，岳飞死的时候刚好39岁，人家已经是爷爷了。当然，台湾民进党由于其口惠而实不至的台独党纲，成为中国网友开炮的众矢之的。但是我们的汪涵哥哥贵为中国民进的中央委员，可真的跟台湾民进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各位网友，喷可以，但千万不要喷错了人啊！好，另一个需要大家留意的民主党派就是93学社了。为什么要留意它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媒体的前辈高晓松于2019年的11月25日获准成为93学社的成员，正式告别江湖，成为有组织的人啦。
说不定未来的哪一天里，在两会的现场也能看到他的身影呢。好，全国这2980名的人大代表，他们有了选举中央官吏的投票权，那他们自己又是怎么来的呢？刚才提到了，是通过间接选举而来。全国的人大代表是通过下一级的人代会，也就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每届任期为5年。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在间接投票的过程中，是需要获得所有票数过半的数目才能当选，而不是出席代表的票数过半。举个例子，一个省代会共100位代表，出席80位，如果你获得45票，虽然超过了参与投票数的一半，但未能在全部票数中过半，即50票，你仍然不能成为人大代表。注意，这与后面的2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办法是不同的。所以在1988年的选举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某自治区代表资格时，就出现了这一现象，其中就有5名被取消了资格。另外的特例就是2个特区，香港的36名和澳门的12名全国人大代表产生办法比较特殊，由于没有下一级的人代会，所以是按照两地基本法来选举产生。最后一个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的地方，就是我上期视频介绍的军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独立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各大战区级的部门和单位分别召开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我想听过我上期视频介绍的，应该对这些部门并不陌生。好，上面提到的全国人大代表虽是由某一省的省级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而来，但他们的管辖范围可大不相同。比如山东省的人大选出代表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可以去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和收集民意的，而山东省的人大代表权责则在山东一省，去外省调研，就算有了结果，也不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同理，全国人大代表去外国调研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省级人大代表，当然同一级别也包括了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级别的人大代表主要工作就是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监督和罢免一府两院的官员。提到一府两院，就再多说2句。很多人会误以为两院，也就是法院和检察院，是属于政府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两院在中央又叫两高，虽然身为正国级的国务院总理在行政级别上要大于副国级的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但他们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两院相对政府而言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检察院本身还能监督政府。另外，地方两院的名称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很多人容易混淆。在法院系统里，从中央到地方，以广东为例，分别是中央的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这样一个排序。当然，他们的头都叫院长。而与之不同的是，在检察院系统里，则分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我们注意到，检察系统里可没有高级、中级之分，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下。当然，以上提到的所有各级官员都是要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的。省以下就是市。听过我前2期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国的城市除直辖市外，还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那是不是意味着市这一级的人大代表都是在全部的地级市中选举产生的呢？可以这么说，但不完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社区的市和不社区的市。请注意这2者的区别，其中不社区的市与县级市概念类似，要直接选举县级人大代表，而社区的市顾名思义，就是这座城市里面是有市辖区的，它的人大代表则要间接选举而来。而中国绝大多数的地级市都属于社区的市，但其中有5个极为特殊，它们并不设立市辖区，所以又称为直筒子市，分别为甘肃省的嘉峪关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和中山市、海南省的儋州市和2012年刚成立的三沙市。这5个直筒子市行政级别虽为地级市，但由于没有市辖区，则归类为不社区的市。所以省级以下的这一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与之同级别的还有自治州。当然，最关键的这一级别的人大代表是要通过下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
好，再下面就是县级人大了，也就是从这一级别开始，所有的人大代表都将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来产生，即普选。这一级别的人代会包括了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听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江苏省苏州市的行政级别是一个地级市，同时它也是一个社区的市，所以苏州市人大代表要间接选举来产生。而苏州市下辖的吴江区和昆山市则属于同一级别，吴江区就是市辖区，昆山市则为不设区的市。虽然一个叫区，一个叫市，但级别相同，所以苏州和昆山都是市，也都有市长，但市人大代表们的选举办法可是有天壤之别了。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设区的市并不意味着这个城市里没有区，比如昆山市下面的花桥经济开发区也叫做区，但此区非彼区。这个花桥开发区跟市辖区可不是一个概念，它的行政级别要更低，与乡镇类似，所以称为花桥镇更为贴切。与昆山人大同一级别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海南省三沙市了。2012年7月23日，三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来自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共计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些代表就是通过三沙群岛的普通选民直接选举来产生的。人大的召开意味着新一届政府的成立。第二天7月24日，三沙市人民政府、党委、人大、解放军三沙警备区挂牌成立。正所谓三沙璀璨，南疆永固。自此，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正式成立了。好，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直辖市跟省同级，那么直辖市的市辖区到底是采用间接选举还是直接选举呢？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上海市的浦东新区贵为中国第一个副省级市辖区，行政级别甚至要高于刚才提到的苏州市。刚才说了，苏州市的人大代表要间接选举产生，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规定，上海市的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则要采用直接选举来产生。所以可见，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跟这个地区的行政级别是无关的，而且更不像很多西方世界评价的那样，中国的普选只发生在村里。像上海浦东这样一个面积达到12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00万的副省级区域，它的民意代表就是直选产生的。好，县级以下就是乡和镇了。这一级别的人大代表也是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来产生的。此级别同时也是中国最低一级的人大代表了。再往下的村里可就没有人大了。好，今天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两会当中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以及这些人大代表们产生的方法。而对于参政议政的政协，就跟选举2个字无关了。至于政协，等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来介绍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